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一哈，然后由于是好多的同学要上班或者要怎么样哈，现在我们群里现在都不是群哈，我们班上现在90多个人，我相信可能100多人是没问题的啊，是没问题的。我们今天大家看到我后面的画没有啊？已经这个昨天是抓紧时间。抓紧这个一点时间哈，我们把这个橄榄染好了。因为橄榄染好了以后呢，我就可以干什么？让它自然干。让它自然干。一般来说，我们画画就不要着急。有时候我着急是因为上课的话，我不可能我染了以后啊，我说同学们，我们就休息2个小时，是吧？我等它自然干了以后，我们必须要把它吹干，然后马上再画。所以昨天我就抓紧时间，在下课之前把它干染好了以后，今天我让它自然干了以后，今天我们再画，我就不需要吹它。你看，基本上由于它是自然干的，这个画面是非常平的，是吧？画面是非常平。我们在家里呢，一般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在家里画画，有时候，比方说墨稿画完了。就不要着急哦！我要马上把它吹干了，我马上画啊！我就让它自然干。比如我头天晚上把这个墨稿，比如你们在家里哈，把墨稿画完了，让它干。第二天我再干染，干染完了以后，中午休息一会儿睡个觉啊，差不多就干了。干了以后，然后再打湿，再怎么样，它就很好，是吧？大家看哈，这个昨天好多人说。有人说嘛我拍照，我这个手机其实还是比较先进的，还是比较好的，像素啊各方面都是非常高的。但是不知道最近我碰了一个什么键，反正照出来的照片它就偏色，它省事很多。你比方说，像这些比较细微的东西哈，它就省事掉了现在所以每次都要用张老师的手机来拍，拍了发给我，我再发到群里。很麻烦但是没办法昨天我偷个懒，我干脆我说我自己照吧，没想到还是不行还是不行哈。这个该为大家说，发了不是太好的这个太正常的这个颜色哈。现在这个颜色基本上是大家看到哈，我看到从屏幕上看和我的这个现场看，基本上是颜色是正的没有偏色所以说我们这个摄像机的颜色呢还是非常好的。好，我们现在呢就开始给大家直播烘云。这个烘云的话，像这么大的话，大家看，首先第一，这是一张6尺整张的这个作品，是吧？然后我们在画的时候，大家看，数一下用了多少块磁铁。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只用3块磁铁。或者只有5块磁铁，因为我们这个纸相对而言呢是薄一点，相对而言薄一点的话，然后你至少就要用像我现在10块左右的磁铁10块左右的磁铁，这样子的话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没有什么大问题这个是要注意当然如果是我家里我就是凭着在画板上烘染的话，那我们就不说了，但如果在墙上画的话。要稍微多一点。其实昨天曾老师发的这个图片也是让大家看到了这个盗版跟正版的一个很大的区别主要色彩这些方面差别太大了。所以很多在临摹画册老师里面作品的话，如果是盗版画册，它的颜色很会误导大家的。而且盗版画册的它的纸张各方面就印刷这些质量都是差别很大的。大家看我是打的非常的湿，但越是这种大的用这种电动的呢越方便一点。基本上也不要打气，以前呢我都是用打气的，有时候边喷边打气这些我们从那个屏幕上，大家都能感受到这个水分是非常多的。你看那个反光的地方很多，那像这种的都隔着屏幕都能看到反光的话，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的水非常多。大家看我现在看我下面，
啊，你们看，这下面现在一条一条的，就是多余的水分，现在正在往下面流，啊，正在往下面流。这个没关系哈。好，关键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就说了，这个纸呢比较薄，我们在画的时候，你不能说是现在就开始画，不管它啊，现在开始画那不行的哈，因为这些地方大家看都还是非常怎么样，非常的全是这个皱的，就是因为纸一打湿了，它就要膨胀，一膨胀开始觉得还平的，哎，现在呢它就不平了啊，因为它膨胀了。这个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把它给怎么样，把它给这个舒展开。啊，舒展开是门技术活哈，是门技术活。有时候弄得不好，几个弄得不好哈。第一个弄得不好就是我的手，它不干净。你看我现在这个手是干净的哈，手是干净的，手一定要干净。因为什么呢？我在舒展的时候，我是要拿一个手放到这里，放到这里的时候呢，如果手不干净，就是一个手指头印，是吧？手掌印，那就正好放的地方就是什么地方，烘匀的地方。是吧？要注意。第二个呢，就是要注意我们在拿磁铁的时候，好，要注意什么呢？注意不要把它给就是说拉坏了，拉坏了。一般来说呢，是从你看我比方说嘛，我就以它中心点，它是中心点的话哈，这个时候我就从这里开始拿磁铁，从这里拿磁铁，拿了以后，一个一个的往外，一个一个的往外。你看我们这里弄了以后，这个地方已经就全部皱起来了，是吧？好，你看这边弄好了的地方啊，你看就很平整了。这个时候你们基本上是看不到有水了，为什么呢？因为开始只有很皱的地方，然后它有些拱起来了，有些凹进去了，才能有水出来。但一旦我把它拉平了，啊，就没有反光点了。我这种哈，这种把它舒展开了以后，然后你们一会儿还要一定要记着，画完了以后还要把它给这个画完了以后还要把它给松一下。如果不松的话，到时候它一干它就会收缩。它就不是膨胀，叫收缩。一收缩就会怎么样呢？就会把这边缘这些，因为磁铁都是强磁啊，就会把边缘给全部拉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拉坏过哈？有拉坏的，我们在这个就是大家有时候画完了忘了啊，忘了，然后等一干了以后，然后这一边缘好几个点都会被拉坏。我有这种情况，前两天我还有这个情况，有的话。大家看已经有一个学员说坏过啊，你们就只需要大概有就是了，我就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所以说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在画画的一些知识点啊，一些知识点我会给大家都会细节上啊，我都会给大家说啊，这样子你们在画的时候，哎，就会想到哦，曾老师曾经这么说过，曾经那么说过，然后你们就会少走弯路吧。啊，这也是我基本上就是大家一看，哇，我上个曾老师的课，曾老师倾囊相授，绝对是倾囊相授，都是我的经验啊，这么几十年的经验。好，你看好多学员都有过。现在大家看哈，现在我映着这个光一看，现在还很湿啊，像这个时候的湿度，我们不要去染它，要等它到70%左右，就是看不到光了。你基本上到时候你看，哎，看不到光了，那你就可以染了。现在还不能染，但我们现在也不是玩了，现在就是调色，调色也是非常难的哈啊，调色也是非常难。每次我这个调色都要调几分钟，只把颜色调准了，然后我们这里，这是昨天用的颜色，我看需要补吗？不需要补。所以有些学员说了，哎呀，曾老师素墨不能用。其实素墨的话，看你怎么，素墨只要不是起层了啊，你比如说像这已经干壳了啊，已经干了以后，你再用水去把它弄好，那种不要用。为什么呢？这种呢，它是在用的过程中容易起颗粒，
起颗粒以后呢，然后你在裱的时候容易麻烦，因为裱的时候裱画它会用刷子刷的时候呢，怎么？一般来讲，如果没有起颗粒，像我用盖子盖好的，没什么问题哈，没什么问题。好，我们现在就看一下，整个这个色调。这张画是以冷色调为主哈，所以说我们首先，你看我们调这个太青蓝。虽然是张6次的，但是我并没准备用很多的水分，因为只要有一笔水分就够了。因为我们每次我们在画画的时候啊，都有这种情况出现，就是你明明只调了一笔水，结果等你东调颜色西调颜色，颜色里面本来是带水分的，调了以后，结果一会儿就成了2、3笔水了。但是我们烘匀一笔水可以一笔颜色可以染很大一块面，然后用完了再调第2笔的时候呢，又是很大一块面，所以要不了多少。除非我这里是一张丈2的甚至更大的作品，那我们就可以多调点水分。像6次对我来说都是小画。以后有机会的话，像我们下半年如果再办班的话，我们现在正在想办个什么形式的班。像大家如果觉得，哎，曾老师，我想看巨幅创作的研修班如果是很多人的话，想看这种或者是我想看小品或者我想怎么样，大家都可以在群里畅所欲言。你看我们现在才用了什么？就是太简蓝和胭脂，这里已经好多水分了，不知道水从哪里来的。太简蓝、胭脂、山绿。大家看到画面有卡吗？刚刚老师这里出现了一个卡了一下。我这里卡了一下。现在又恢复了。吓我一跳，我开始这里卡的动了一下。你看哈，我就在我们这里调这个颜色的时候呢，我刚刚给大家说了，也是需要蛮多的时间，所以需要蛮多的时间。就调的时候呢，反正现在这个画面最好也是让它自然干，不要去用那个纸吸，有时候这里吸到那里没吸到，就容易出问题。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在调的时候可以给大家多讲一点别的知识点这样子就可以或者有时候像我这时候，有时候我在直播班的时候，就给大家摆一下我们四川的龙门阵。大家知道龙门阵是什么吗？我在不停的边画，我边转过脑袋，因为现在大家镜头是对着我的调色的，所以说我在转头的时候你是看不到的。6种颜色都进去了。冲壳子。摆龙门阵也算冲壳子，但是还不是这个意思。冲壳子就是有点吹牛，或者是有点那个叫什么呢？哎呀，怎么说呢？老师四川话也不会说吗？四川话是会说冲壳子。你看我在不停的调哈，其实我在调的过程中，我也是在不停的去
观察这个，就是我们云彩的，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就是调的这个颜色，一定是要怎么样呢？一定是要比你想象的要怎么样呢？我是不是今天这里少点什么东西？在这里少一张纸。这个纸很关键。黄色一般来说是用的很多的，我们可以这么说吧，可能别的颜色，特别是胭脂和太极蓝这些颜色，用5支肯定才能用得到才用得到用那个藤黄用5支，胭脂太极蓝才用1支，它就是这个比例。还有朱标用的也多。好，基本上我们这个该调的就调好了，调好以后，不要着急去怎么样，我们就拿这个纸，去试一下，看这个颜色和本身画上的这个顶端的这个云啊，它的山的颜色是不是差不多？如果差不多了，那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好像还蓝了一点，那我再加点黄色。或者里面可以适当的再加点朱标。好，你看基本上颜色可以了，可以以后把笔根的颜色和本身你要调的颜色一定要揉到一起，就是感觉到笔根笔尖都是一种色调你不要笔尖调的是本身我需要的颜色，笔根还是这个蓝色，那就很麻烦哈。调好以后，把它刮干。你看，刮干，笔尖挤干。这个时候，我们映着光看一下，映着光一看，顶上已经差不多水分都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下面还有。为什么呢？为什么越往下面越湿呢？就是因为我们是竖着的，然后在喷的过程中然后水一旦把它喷了以后，它就会往下流，越往下面水分就越多，所以上面已经干了所以说正好，我们就可以先染上面。你看调的这个颜色，刚好就是我这个山的颜色。烘云不一定弄得这么小，其实大家对，要看整个云色，边画边洗笔。笔根是非常深的，笔尖一定要保证干净，这个是我们烘云的最基本的方法最基本的方法。然后，如果你这一套做的不好的话，这个方法你做的不到位的话，那基本上可以这么说，你的云绝对烘得不好。好多学员我看他在烘云的时候，我看你们交的作业那个云都很生硬。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的这个笔尖不干净。笔尖不干净的话，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你看我在烘染的时候，为什么一笔这个云形就出来了？你看，比方说我这里我要一笔，你看云的形状就出来了。那是因为我下面深，上面虚，
自然就出来了。但如果是你这个一笔下面深，上面也深，它这个云就没有往上舒展的过程，就是一根死云。如果一旦多了以后，好，然后画面上都是这种情况的话，那这个云你可想而知。所以很多排骨云啊，什么云就这么出来的。你看，我跟大家说了，这个红云要怎么样呢？一定是要这个注意它的一个走势。就即便是这么一条横的过来了，哎，你看我这里面都有的地方宽，有的地方窄。然后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就是我本身这个云的色调啊，要比你想象的要深，这样子你烘出来的云啊，你才干了以后才有质感，才有厚度。如果你本身你这个云烘染的都觉得自己都觉得灰，你想想干了以后会不会显得亮啊？不可能就亮不起来了。到目前为止，很多学员都还是觉得云是个难题，这个我不否认哈。我刚开始教大家烘云的时候，就给大家说了，云在我们这个画里面，当你心中无云的时候，那真的是个难题。为什么呢？你看我现在在烘染的时候，哎，我是心中有云，我会根据这个画面的需要。我哪里像这里添点，哪里添点，哎，这个云的形状它就好看了。但是你不知道呀，所以说这个还得多练，多看。你看我现在，而且还不能着急，这个心急吃不到热豆腐啊。目前来说，就是这是第一笔颜色，说基本上你看一笔可以染好多，一笔可以染好多，只是在染的过程中，就要把云的形状啊，现在还没同染但是要把云的形状基本上就到位了。这种烘云的方法，可以这么说哈，这种烘云的方法把之前很多人总结的烘云的方法，这个速度啊，我是提高了很多，这是提高了很多。包括我的老师，你看黄老其实烘云烘得非常漂亮，但是他们这个在染云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笔尖有色。我现在把它改成笔根有色了，然后有时候要达到一定的效果，我只需要一笔就可以达到。但是笔尖有这个烘云的方法，你就要用很多笔，很多笔才能达到这种效果。
这个磁铁都是可以移动的。你这里没有的话，它就会纸，这个纸呢稍微比较薄一点，所以说它会粘纸，就是那个画到这里笔纸有点粘笔，所以说磁铁的话，染到哪里旁边要有磁铁把纸压得住，这样出来的效果才好。大家看，我已经看到这种很漂亮的云逐步在形成，逐步在形成。像这种6次的纸，这个烘匀的方法呀，烘匀是非常舒服的，就基本上也能达到，只要我们学过彩墨山水，而且以前用过这个嘉轩的学员就知道。它有时候这个不是我们不想把云画好，有时候云是画的非常好，但是染了云以后，过几分钟，这个云就开始逐步在跑，跑云是非常恐怖的不要说你们，我都很怕。你水平再高，它也怕菜刀呀甚至我们有时候都会遇到这种情况，这个前段时间我就遇到过，我在画一张8尺的一张，我真的是画的我觉得非常漂亮，抖音上都有，我都发了这张图片。因为我现在目前这个纸没有8尺的，就只有用以前老的，画了很多很好的作品，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在跑。我一边画，我一边用吹风。画了以后马上吹干，就弄得不连贯，就用像我现在你看，我就可以很自然的，我画到这里，画到哪里我就会想，我就去那个，但那边就不行，这个时候我就必须吹这里了，昨天还有老师给我发信息，问到老师昨天在视频讲到抖音号跟快手号抖音号和快手号没关注老师的，直接搜索真刚彩墨画院这个真刚彩墨画院就是老师的抖音官方账号然后快手也是一样的，都是真刚彩墨画院。然后老师说的那些视频的话，大家可以看看老师之前抖音发的这些视频，自己可以找到之前的视频去看一下，老师讲的视频里面都有。没关注的那真的是要关注，里面有很多我自己认为画的非常好的东西，我才分享。虽然不会像这样子的那么细致的分享给大家但是有些这个好的作品大家还是能看到。你看现在这一片的云基本上就画好了，画好了以后，我再增加它一点层次。